它就像一份茶点，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。如果没有苦辣和酸甜，怎么能完美呈现？爱情它就像一份茶点，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，慢慢加温酝酿的糕点，苦涩中带一点甜。谁不曾有过出去走走生活的体验？就算心酸的路再苦再远，或许人生应该勇敢的去冒险。就算是带着泪，会时过境迁。生活它就像一份茶点，苦尽甘来之后才发现，青春一去看似水流年，烘焙着一缕情念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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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文广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，你不卖股份了？我这是把牌匾放在这里。哦，你们不要乱动。放心了，没有人会动的。哎，文广，你别误会了，不是我去找的 Gary， 是他主动找的我，而且蛮有诚意的样子，所以你就答应把月香楼卖掉？我只是答应他把你的一半股份卖给他。你为什么自作主张？那天我看到你扛着牌匾，头也不回的就走，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月香楼的事，所以就没有告诉你。我想过了，月香楼是爷爷留下来的，如果我们不好好保住它，那就真的很对不起他老人家。说得对呀，那我们父子联手一起打拼，把月香楼重新搞起来。我先说清楚，我和你只是股东对股东的方式合作。只要你不卖股份，怎么样都行。我还有一个条件，说，我一定要把月香楼的招牌重新挂上去，并卖回爷爷当年的传统点心。这个我也没问题。你要我们做传统点心啊？如果我说我不会做，我是不是要走人了？老大走，我们也不会留的啊。如果要炒掉，我们早点说嘞，这样我们也可以快点去找工作。月香楼已经有10年没有卖传统点心了，你不需要故意找个借口赶走我们的。阿亮他们呢，主要是担心饭碗不保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，跟大家说清楚。你们放心，就算月香楼要改变，我也不会炒掉老员工的。怎么改没有用的啦，都没现在白费力气。改变有没有用，还有待观察。但是继续维持现状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对，你们也别都急着反对啊，听听文广有什么好的建议。杨哥，你不会做传统点心没关系，有心不怕迟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厨艺，学做点心。听到没有啊？小老板要你们提升厨艺，学做点心。等他们学会做点心，我都可以退休了。我先声明啊，我做的可是大菜，小点心这种东西我不会做。阿亮说的也对，他做的菜确实有一般固定客人捧场的。好，那请你继续做你拿手的菜。不过我会另外找个点心师傅来帮忙，到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合作，让月香楼做得更加出色。好。改什么改？这间烂茶楼早就该关了。今天我们是跟厨师开会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忙去。我希望大家能正面的看待任何改革，
月香楼未来的经营大方向会改变，但是现有的员工不会受到影响。谢谢大家，你们可以去忙了。老板，你儿子一回来就搞了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怎么说你也是半个老板吗？对，其实我觉得维持现状蛮好的。那你还让他为所欲为？年轻人就是喜欢搞花样。不过你放心，找点心师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让他碰碰钉子，挺好的，对吧？娜姐，干嘛睡在这里啊？多难看！你有这么饿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爸生病，钱都寄回家了，我没钱交房租，才会被房东赶出来啊。我只好在外面睡觉了。你不怕遇到坏人啊？娜姐啊，你能不能让我在这里过夜啊？娟姐是不会答应的。只要你帮我保密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帮你保密？你不帮我，那我只好去图书馆，要不然就玻璃 clinic 外面睡了。这样也不太好，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了。娜姐啊，不如你收留我，让我住在你家。不可以，我跟我爸一起住不方便。可是我刚刚跟你 friend 呢。你别想打我家的主意，我另外帮你想办法吧。谢谢娜姐。你有这么饿吗？我昨晚没有吃东西，等一下午餐不知道怎么办。请你吃饭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看帅哥啊！看，原来上次救我的帅哥叫 Gary Chow， 他还是日本餐厅的老板哎！哇，好有本事啊！他们还说他日本餐厅5颗星给了4颗半哎。熟？不如我们中午去吃日本菜？不要。娜姐啊，他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如果那天不是他救了我，我真的很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。再说我们那天不是不成功吗？这次你陪我去啦，那你就可以顺便跟他道歉喽。哦，就这样说定啊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就是这里了请问几位？啊，2位。好，来这边请。来，请看看。2位喝点什么？ 2杯绿茶。好。温水。大姐啊，我现在心跳很快，你摸摸看。哎，变态啊！哎，我头发乱吗？不会啊。衣服呢？衣服 OK 吗？来，请慢用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老板 Gary 在吗？
我们是他的朋友。哦，好，请等一等。老板，有2位小姐找你，她们说是你的朋友。那姐，真的是他！哎，走啦！哎呀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嗨，小姐，我们之前见过面吗？你不记得我啦？上次在你家楼下的游泳池，你救了我啊！啊，我朋友还踢了你一脚。嗨，啊，我记得你们了。你们是来这里吃饭吗？对呀，我们看到网上推荐。难道来这里洗脚吗？既然我们那么有缘，这一餐我请你们吧。好啊！不，哎呀，不用了，哎，为什么？不如我们家去。哇，好漂亮哎！不知道多少钱啊？哎呀，反正有人请客，如果叫我出钱的话，肯定吃不起，也舍不得吃。大姐，帮我拍美美哦，我要放上要炫耀一下。好了，我拍了很多张了，你自己看一下吧。哎，怎么还没开始吃？是不是食物不合胃口啊？很合胃口，只是手机先吃嘛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破费了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如果你们还想吃什么的话，尽管点。不用了。坐啊坐啊。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肖丽，你叫我 Gary 对吧？是的。那天真的谢谢你救了我。其实那一天我也是误打误撞帮了你，我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不是有话要跟 Gary 说。对不起啊，那天错怪你了，还踢了你一脚，真抱歉。没事，不过你的无影脚真的很厉害。他的推拿手艺更厉害。我是推拿师。哦，你是推拿师。说起推拿，最近我的肩膀和我的肌肉都有点酸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。你肌肉酸痛啊？可以来我们的推拿中心做推拿。那要记得来找我们哦，还要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。好的。别光顾着说话，吃东西吧。哦。这酱料是我亲自调配的，里面除了黑松露和酸甘以外，你们尝尝看，猜猜里面还放了什么？米酒。你都还没吃，怎么知道？娜姐的嗅觉很厉害的。我先上个洗手间。Gary 啊，你先别走开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娜姐啊，先别吃哦，等我哦。其实我也有一位好朋友喜欢折纸的。是吗？喂，真好意思啊，连吃带打包的。Gary 这么大方，我们推辞的话，不是不给他面子。谢谢你今天的这一餐，我们吃得好饱。不用客气，你们开心就好。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记得来推拿中心找我们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今天真是赚到了，可以看到 Gary， 又可以跟他聊天，还可以吃大餐，还可以打包食物回去，哇！啊，他对我那么好，一定是喜欢我。喂，你不要这样子嘞。哎，娜姐啊，我还有些事，我迟一点再回去推拿中心。拜拜。
风吹得我睁不开眼，你的声音在耳边说着那一种美丽的语言。路有你一起不怕远，那张孩子气的脸，我愿陪你度过生活的甘甜。你知道你幸福，我就很幸福；你知道你快乐，我就很满足。为你而吃苦，为你而……还找不到明神啊？还是没接电话哎。他没有告诉你他去哪里？就是没有，我是担心了他会出意外的。明婶没有跟你在一起，又没有报告行踪，说不定他是跟别的男人出去。你发神经啊你！除非那个男人的眼睛是蒙眼的。哎，别小看明神哦，现在流行姐弟恋，小老板一来就对明神那么好，明叔你要看紧你老婆啊！小老板太年轻了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不过，明婶如果找个年纪相差10几岁的男人，倒是有可能嘞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就是这里啦，来，请进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，为什么你没有接我的电话？喂，小明兄，不认得我了？是你，狗蛋！不是狗蛋，是Gordon，好久不见啦！你好吗？啊？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？哎呀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不紧张。当年你一看到狗蛋这个小鲜肉，就猛赞他年轻帅气、高大威猛啊！现在呢，不是跟我一样？小明兄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鲜肉了，你怎么对你自己还是那么没有信心了啊？对呀，Golden 啊，已经不是小鲜肉了。不过啊，人家见识广，你看穿着整齐，温柔体贴，又是个懂得浪漫的名厨啊，哪里像你？像我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小老板，他就是我要介绍给你的名厨 Golden。Chef Gordon， 就要大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不问酬劳，不谈条件，反而要先看看你的厨房呢？所谓啊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厨房，身为厨师的我们才能够烧出一手好菜。我明白。如果你想请我的话，先装修好你的厨房吧。啊，你考虑之后再通知我吧。好的，谢谢你今天专程跑一趟。年轻人，现在已经不流行走传统路线的茶楼了，一定要创新，这样才能够吸引到年轻的顾客，知道吗？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马上就跳蚤到我们这里来呀？那就要看有没有缘分啦啊！苍蝇能治人眼还不走，打死你！喂，小平哥，这里有苍蝇吗？啊？哟，那么大只，你没有看到啊？别理他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了，我送你。谢谢你啊。再见了啊，再见啊。我找不找你，干嘛找他来？小老板叫我帮他找一个大厨，我当然找一个最有名的名厨啊。一个大名厨会跳槽来月香楼吗？那才怪！找大厨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不是你嫌人就是人家嫌你，好好的做回自己的本分嘛。你有本事你也找一个来了。找给你看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呢。我是来找人的，请问文广在吗？小老板，有人找你哎。Kimberly， 嗨。怎么没听你说你要回来？想给你个惊喜啊！
我已经毕业了，我父母要我回来，我就要乖乖回来了。而且我也想见你。听凤珠阿姨说，你因为遗产的事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才会留在新加坡。我骗我妈的。其实我留下来是为了要接手月香楼的生意。那你不打算回美国当律师了？暂时不回去。可是你完全没有经营茶楼和餐饮管理方面的经验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矛盾。可是我真的不想放弃爷爷的心血。我想留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尝试。我不想留下遗憾。那我也留下来，这样我们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在一起啦。娜姐，我先走啦，拜。你不是又回去找那个 Alan 吧？哼，就算我要露宿街头啊，我也不会去找那个混蛋。我啊，已经找到可以照顾我的人了。那你搬去哪里啊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你自然就会知道。See ya。自己小心一点啊，眼睛睁大一点。知道了，娜姐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放心啊。拜拜。爸，我们回来啦！辉哥，出来吃饭啦！我在房间。自己有先换衣服啊。嗯。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日本餐。又是日本餐啊？什么又是日本餐？你吃过了？是啊，我中午的时候已经吃过日本餐了。哎，你这个日本餐哪里买的？咖啡店呢？咖啡店啊？我吃的是高级日本料理，这个你自己慢慢吃吧。什么浴室里有人冲凉啊？是谁呀？一个女人。什么女人啊？家里除了小娜还有我偶尔上门之外，你还会认识什么女人？这个女人比你年轻，长得比你高，眼睛比你大，以后还会住在这里啊？你让人家住在这里？我要去看看她到底是谁呀！哎，你别乱来啊！你这女人给我出来！露个面了，我要看看你是谁呀！不要吓我！你叫人家下手呀！喂，你快出来呀！你作假，不准动！他是谁呀？他跟你的交情一定是非常的好，你才会让他住进来的。你们怎么认识？认识多久了？快说！奇怪，我让谁住进来是我的事，难道还要经过你同意啊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要管。不说是吗？你去问小娜。爸，小娜，你爸爸让一个女人住进来了，还在浴室里冲凉。有没有听到？她在里头哼歌啊！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爸，你为什么让他住进来？没有事先跟我商量呢？是啊，你为什么不商量啊？商什么量？你们真的很烦啊！我只是让一个人住进来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哈？难道要宣布你进屋藏家才是大件事吗？长你的头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不是这回事的，爸，他是怎么说服你，让你答应他搬进来？小娜，原来你知道这个女人会搬进来啊？不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她到底是谁啊？她就是我们所认识的。Hi surprise！ 珍姐，娜姐。哇，珍姐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干嘛啊？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珍姐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需要这么夸张吗？人家小丽拖着行李到处走，满头大汗的，洗个澡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真的是那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。OK，你们请回答我的问题，到底你是怎么说服你，让你搬进来的呢？没有啊，就安哥人好，他看到我无家可归，所以好心收留我咯。是啊，女儿，小丽挺可怜的，她一个人没地方住，在外面很危险。再说我跟她挺投缘的，所以我就收留她嘛。爸，我知道你可怜她，可是你要收留她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有啊，我是想你回来之后再跟你商量，没想到这个人反应这么大。我是担心你被骗了才会紧张你的。
小丽不会骗我的，她的人很好，下午还请我吃日本料理。他请还是高级的日本料理呢。哦，那个切到很薄很薄的，是不是啊？它上面还有点缀的啊。哎呀，反正请安哥吃就是了，多贵也无所谓的。谢谢你啊。那姐啊，我是不是可以搬进来住啦？可以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你这个女人啊，光天化日之下不穿衣服，成何体统？让你住进来根本就不方便。我都不觉得不方便，你不方便什么？对呀，我又不是脱光光，什么都没穿。你这个样子啊，跟脱光光有什么两样啊？珍姐，你不是妒忌我吧？我知道，不是每个女人像我一样有本钱，可以包着毛巾走秀的。你说什么啊？够了，珍姐，我真搞不懂，我只是让一个人住进来，有什么大问题的？啊，最多这样吧，我们投票决定，赞成的举手。小娜，你快说话啊！我弃权。啊，2比1，你没话说了吧？气死了！哎，珍姐，珍姐，你先吃饭再走嘛。哎呀，我不吃了，气饱了。去换一碗，换一碗啊！哒啦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。你居然能说服我爸，让你住进来？为什么之前我问你住哪里，你不肯跟我说实话呢？我怕你反对啊，所以才不敢说的。你以为我想寄人篱下？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你不能住在这里。啊，那姐，please啊，那姐，阿哥都答应了，难道你忍心赶我走啊？那姐，please啊，不要赶我走啊！好啦，我走就是了。既然你不肯收留我，那我只好去推拿中心外面睡，要不然就是 polyclinic 或者图书馆。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我去跟阿哥说拜拜。等一下。不要穿我的拖鞋。哦，没有穿，我没有穿。你要留下来住可以，不过我要跟你约法3章。哎，可以。听好啊。第一，回到家之后一定要待在房间，不准跟我爸说话。OK。第二，不准不穿衣服在我家到处乱走。那姐啊，你放心，我穿衣服很保守的。第三，一定要吃饱了才可以回家。不可以让我爸煮饭给你吃。啊？为什么？可是不答应的话，随便。答应，什么都可以。谢谢大姐。哎，还有不准睡我的床啊！啊？那我要去哪里啊？周老板，你回来了。你不是去面试大厨吗？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又要求多多啊？一看就知道啦。如果面试成功的话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？不是我马后炮，我早就知道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是啦，你厉害了吼。我劝你啊，不用再去碰钉子啦。虽然你是月香楼的小老板，但是你刚刚从国外回来，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你，谁要给你面子啊？换成是老板出马的话，可能又有机会啊。起码老板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说
也有一定的人脉啊。我刚才去见那2个大厨的时候，他们也这么说啊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是一个没有经营过茶楼的人，他们都对我没有信心。换成是我也会这么说的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就算我跟他们说我会重新以月香楼的招牌来经营，他们也无动于衷，更不用说过堂到我们月香楼。难道要找个大厨真的这么难吗？小老板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。小老板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要找的点心师傅，如果是女的，可以吗？女大厨？当然可以，只要符合条件，什么人都可以啊。真的？哇，那太好了！你有适合的人想要介绍？那可不可以帮我安排跟他见面啊？远在天边啊，近在眼前。你说的女大厨是你啊？是啊，小老板，其实我深藏不露，我也会煮的。当年呢，我也从你爷爷身上和那个梁贵身上学了一招办事的哦。如果你的厨艺那么好，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在月香楼当旁菜打杂的呢？你以为我不想当大厨吗？可是酒楼这一行一向是男尊女卑，以前的女人呐，根本不可以在酒楼当厨师的。如果我是男的，早都当厨师了，我只是没有机会献手而已。我整天看到你为了找大厨而苦恼，又想到大老板啊在办茶楼的那种精神，我想我应该助新月香楼一臂之力了。谢谢你啊，明神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等打烊之后，我带你到厨房啊，我做这样点心让你试试看。你吃了之后啊，一定会觉得好吃，好不好？明神，小老板先走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Steven，我们今晚要不要去喝酒？哦，那亮哥去，我也去。好，我 reply 他，跟他说我们全都到。OK。白天上班喝汽水，晚上下班就喝酒，再这样下去，很容易得糖尿病、高血压和中风的。闭上你的乌鸦嘴了，那么多话。下班不回家，把老婆留在家里独守空闺，小心他红杏出墙啊！他敢，我啊说2啊，他不敢说1啊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不要喝太多，拜拜，走了，小老板。哎，老太婆可以走了吗？哎呦，你没有看见我在忙吗？你平时都很快的嘛，干嘛今天晚上那么慢？哎呀，我今天啊就是想多做一点嘛。小老板都没讲话，你呱唧呱唧做什么？那你可以快一点嘛，啊？你不想帮忙的话，你就可以先走嘛。明叔，不如你先走吧，等一下我可以送明显回去。那我先走了。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港式点心里人称万人迷的豉汁正凤爪，因为在各式点心中啊，豉汁凤爪是很多顾客每一次必点的。没错，鸡爪红香酥软，一吮就脱骨，再加上酱料的入味，吃了齿颊留香，忍不住的就一根一根的吃个不停。加入调味料腌制，它的味道更入味。然后啊，放进蒸笼里，用大火蒸4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样偷偷摸摸，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？等一下一定要把这里收拾干净。这小子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？没
没骗你吧？是不是很嫩又滑？哇，还这么白啊！你赚到了，连我家那个老大我都没有给他看过。明神，你们两个，这里是厨房，穿好衣服给我出来。老板，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啊？我不要。明婶是问你要不要过来试一试这港式蒸排骨。啊，原来你们不是什么又白又滑又嫩啊？我是说这排骨又白又滑又嫩，你以为是什么？啊，我没以为是什么。哎，这个你煮的？是明婶。明婶，你会做点心啊？老板，你可别小看我啊！明婶看我找不到大厨，所以就毛遂自荐，是要做几道拿手点心让我试一试。不会吧，明婶，你要做月香楼的点心师傅啊？开什么玩笑！老板，你都没有吃过我做的点心，怎么可以说不行啊？我们就给明婶一个机会，你看她做出来的点心还不错啊。明婶在我这里做了10多20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她会做点心呢？好了，你们父子俩不要在这里吵了，出去妨碍我做点心。到时候我的点心可不可以吃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来了！哇，卖相很好啊！我没骗你们吧？但卖相好没用，味道好才重要。包你们吃了一定赞不绝口，吃吧。你们现在才知道，明婶的厨艺是这么了得吧？哇，不是吧？好吃到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吧？吃吧。不吃了。我也不吃了。我的食物是不是充满了惊喜？你做的食物啊，只有惊没有喜。你是说我煮的不好吃啊？怎么可能？我煮的食物哪里不好吃？老板，你一向对我有偏见，所以你说的话不准。我要听小老板说的话才公道。小老板，你说呢？其实我同意他说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些食物啊，完全没有口感，平淡无奇。味道也不好。我做的食物明明就是很好吃，也有口感呢。老太婆，哎呀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大，过来，尝尝我做的食物，快点吃吃看嘛。味道软绵绵的，什么？连你也不帮我说话呀？我不能讲骗话。想当年大老板都称赞我的厨艺了得，你也亲眼听到的，难道你忘了？你都说当年咯，那么久以来你都没有再煮，再好的厨艺都会退步的。是啊，明婶，这大厨呢看似简单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它是份很专业的工作，不是谁会煮都可以做大厨的。老板、小老板，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证明我的实力的。明婶，我知道你真心想要帮月香楼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可是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明婶，你就安安分分做好你分内的工作，不要搞这些花样了。
对不起啊，老板、小老板，打扰你们一个晚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走吧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老板、小老板，你听我说嘛。回家再跟我说啊，回家啦。你也别泄气，我早说了他不会煮，就你对他还抱有希望。虽然是空欢喜一场，可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继续找，直到找到我们要的点心师傅为止。我一定要让月香楼重现往日的光辉。你怎么一个人在发呆啊？赶快去洗澡。这小子是越挫越勇，屡败屡战。谁呀？老头子把月香楼给我和他一人一半，他想重整旗鼓，我没理由袖手旁观啊。你是说文广？哎，老婆，我打算助文广一臂之力，帮他把月香楼重新再搞起来。哈，那我怎么办？什么叫你怎么办？哎，当然继续在月香楼帮忙了。哦，你想在家里翘脚，也可以。你之前不是说要结束月香楼，然后带我去旅行的吗？如果你继续留在月香楼，那我们两个怎么每个月去旅行？每个月去旅行很累的。哎，你想啊，机舱气压还有时差，哎，对女人的皮肤都很不好的。你不怕老妹？会吗？当然了，生活要有寄托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身体机能就很容易衰老。你再衰老下去，离见老头子那天不远喽。哎呀，你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文广？谁说的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替文广找一个点心师傅，是不是？你还不承认，我就知道你是为了文广。哼。来了，走走走，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啊，那我们讲正事，怎么样才能让你来我们月香楼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儿子说过了。跟文广说和跟我说能一样吗？凭我们多年的交情，什么时候过当过来？我跟小明兄两公婆有交情，我跟你好像没有啊。好，就算我们没有交情，在我们月香楼做主厨，总比在你的餐厅做 chef 强吧？我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是自在、舒适，能够看到未来和前景。我在你茶楼好像看不到。你就是在你的餐厅待的时间太长，井底之蛙。我们月香楼可是有70多年历史的。哎，想当年吃我们点心的人排队排到新山。你都已经说想当年了。自从月香楼交到你这个二师祖手中之后呢，他的食物水准不如以前了。我不可能到一间快要倒闭的茶楼工作的。你咒我的茶楼倒闭，你给我道歉。Chef Gordon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你的要求，到你茶楼来工作，因为你说过你要给我月香楼的股份做补偿。什么？哎，你给他茶楼的股份？所以你是答应了？你开出来的条件非常好，我很心动，我几乎要答应了。可是现在不用考虑了，因为我不想帮这个人，我宁愿不要你的股份，也不要受他的气。再见了。Chef Gordon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刚刚说了什么？我是想帮月香楼啊，是他不买我的账。还有，我也是股东，凭什么你没有问过我，就要把茶楼的股份转给别人？跟你商量有用吗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重振爷爷的茶楼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，你的声音在耳边，
说着那一种美丽的语言。路有你一起不怕远，那张孩子气的脸，我愿陪你度过生活的甘甜。你知道你幸福，我就很幸福；你知道你快乐，我就很满足。